红色女子香，泪断剑眼情多长，有多痛无自想，忘了你。孤单魂随风荡，谁去逍遥痴情郎？这红尘的战场，千军万马，有谁能称王？我尽管谁敢闯？亡命月，心念悲凉，千古恨，轮回长，夜一闭，谁最狂妄？这世道的无常，注定敢爱的人一生伤。地泽万物，神农不死。我在神农像头顶悬崖等待两位，公平对决，生死相论。燕日，又见面了。我有资格做你们的对手吗？你到底想说什么？我的母亲是罗网六王八剑之一，前任金妮，而现任金妮就是我的养父田猛。田猛已死，你尽可随便给他栽赃罪名。所以我把生死交由两位处置，就是为了让两位相信我有更安全的撒谎机会。但是为什么我没有那样做？为什么？因为我不希望用农家之力再与鬼谷生死杀戮，而且农家虽然会死伤惨重，但两位也很难全身而退。王离会坐收渔利。我的母亲很美，但她却曾经是罗网中最无情、暗杀成功率最高的杀手金妮。但是在他一次任务里，他遇到了一位奇人。如果不是这位奇人，他从不知道那会是他最后一次任务。他才忽然发现他的心原来是死的，但却开始有了心跳。那个奇人让他明白，他曾经爱过一个人，他的上一个目标。为了完成任务，他接近他，取得他的信任，甚至利用他的信任杀死了他。但他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爱上了他。他从此背叛了罗网，从血雨泥潭中爬了出来，生下了我。
我的名字叫炎，誓言的言。我相信，那一定是一个刻骨铭心的誓言。因为为了躲避罗网，为了保护我，隐藏踪迹于农家，她甚至选择嫁给了田某。田某是一个人渣，因为这一点，我才明白母亲当初的誓言，一定是为了我而立的，而不是为了他自己。田某虽然迷恋母亲的美貌，但由于母亲带着我的来路神秘，所以田某一直在暗中窥探她的身世之谜。而当有一次，农家遭遇强敌，田某遇险，母亲为了答谢他的收留之情，忍不住出手相救，却意外地暴露了自己的非凡武功。田某假装不在意，却利用母亲怀上阿慈，即将生产时，以我的生命作为威胁，逼问母亲身世。母亲为了我，也为了阿慈，被迫说出了真相。田某听说涉及罗网后，顿时惊恐万分。为了避免母亲反击，趁她生产最虚弱时，废掉了她的七经八脉，废掉了她的武功。而这件事情的另一个后果，就是阿慈早产，一出生就无法获得正常孩子的智力。母亲为了我和阿慈，默默地把这一切都忍受下来。所以，是你杀了田某，为你母亲报仇？田某是被阿慈杀死的，因为田某虽然畏惧罗网，但是却发现罗网准备渗透农家。我推测，是通过田蜜。而他意识到罗网还能帮助他掌控农家的野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甚至用母亲的行踪作为交换。母亲即便牺牲自己，也不希望让罗网跟我再有任何关联。但我意外的闯入，却让母亲与田某的对话被发现了。田某为罗网效力的事实被我发现，但他在杀死我之前，甚至想要占有我。阿慈听到了我的声音，为了保护我这个姐姐，意外杀死了田某。在你的这个故事里，田猛确实被描绘成一个禽兽，但是在这个故事中，却有一个漏洞。你指的是，母亲既然要隐藏自己和我的身份，那么我的武功又是从何而来的，是吗？看来你也很清楚漏洞所在。这并不是一个漏洞。母亲在田某以我生命相威胁之后，她就把一身功力都传给我，让我一旦有危险就可以逃走，可以自保。这也是为什么田某可以得手，废了他的七经八脉。田某以为是抓住了时机，实际上，以母亲的身手，即便当年逃亡，在怀着我即将生产时，他依然杀死了围猎他的所有罗网杀手。
田猛的死亡，恰恰就是造成农家六堂失去平衡、开始内斗的原因。即便田猛不死，农家的这场腥风血雨也已经揭开序幕，从神农令的现身就开始了。田猛死后，还有人在尸体上布置了机关，把鬼谷也牵连进来。我推测，是衍日设下的陷阱。罗网在东郡不止一个人，而是渗透了多人，包括田密、田仲。事实上，最早被渗透的就是田密，然后是田仲，再是田猛。二叔田虎并不知情。衍日是谁？我也在查他的身份。此人非常高深莫测，潜伏极深。所以你打算把所有的问题和疑点都推给这些已经死去的人和无法查证的人，然后让我们相信你，放你走。我就是为了亲自调查，所以才加入了罗网。你现在到底是什么身份？田猛死后，我成为了继任的金尼。没错，我确实已经身在罗网，但是我有我的理由。什么理由？除了衍日的身份，除了罗网内幕，还为了调查一个对我而言至关重要的人。我的亲生父亲是谁？你查到了吗？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人。是谁？魏无忌，我母亲爱上的那个人。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我在罗网卷宗记录里查到，前任金妮，也就是我的母亲，那次任务的目标就是信陵君魏无忌。7个国家，7种力量，7个王室传人，又是这个传说。罗网也一直在搜寻这个传说。你的母亲杀死了你的父亲，而你的养父因你而死，这是事实。你的故事可以说是惊悚离奇。这不是故事，只是往事。你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一切吗？只有我母亲留下的一个项链，是父亲送给她的，她一直留着。除此之外，其他没有任何证据了。这块玉石似乎把你刚才的种种故事巧妙地串联起来了。问题是，我们无法看到罗网卷宗，没有人可以看到。你让我们相信你说的这个荒诞故事？有些现实比故事更荒诞离奇，但是的确发生了。身为皇帝驾前第一件事的葛聂先生，曾经杀害了自己唯一的挚友荆轲，却带着他的孩子背叛帝国。而魏忠先生不也一样，以弑君者和嗜血流沙的恶名立足于江湖之上？这些故事也同样荒诞离奇，但我相信背后一定有你们的理由。两位来东郡的目的是什么？阻止罗网血洗农家。目前，谁最有能力团结农家，阻止这一切？你不恰恰是这场腥风血雨的推动者之一？典庆也因你而死。我明白。你们听说过竹海杀禁笔的故事吗？信陵君魏无忌想窃符救赵，用门客侯嬴的计策窃取魏王虎符，
并击杀老将晋鄙。出发前，信陵君曾经痛哭流泪。侯婴问他：“公子要救天下，难道胆怯？”信陵君回答：“晋鄙是魏国的忠诚勇猛老将，只是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必定不服我的指挥，奈何杀之？我是为这样一位猛士陨落而流泪。”你居然把这样一个典故用来为自己辩解，我不得不叹服。这种人要么是胸怀四海的枭雄，要么就是十恶不赦的恶魔。枭雄与恶魔，不也正是魏庄先生你的头衔？我无法阻止农家这场血腥的自相残杀，但是我以自己的方式，在最短时间、最小代价来结束它。没错，点庆前辈就是代价。但是这笔账，我会记在罗网头上。现在农家六堂，有一半是被罗网渗透，另一半也有关联。如果现在进行清查，一方面农家两败俱伤，正中罗网下怀；另一方面，很多真相从此线索中断，更加无从着手。所以，即便明知道你是为罗网效力，你还是要我们选择相信你？你们有两个选择：相信我，或者你们也可以杀了我。我没有自信可以同时对抗两位，这就是为什么我必须把生死交付在两位的手上。现在是你们做决定的时刻。听说你料事如神，号称农家女管仲，那么你可以预测下我会不会杀你？你不会杀我，因为你，确切说是你们，都欠我一个人情。红袖轻轻一扇，挥去了严寒，伤口都像闪电，每道有光线，手心很温暖，我莲花一般，云朵往下一看，我迎着雨的脸，我要追很远，一眨眼光辉灿烂，我穿越时间，我相信爱就是像初开般新鲜，我一粒尘埃，装满大海澎湃，你歌声听海，那是我永动独白，我要飞着地也不热天，我要飞最远，除你一尘不染，心情就听得见。吹。